快看，这个美女空姐一下车就受到战士的热烈欢迎。我是来找我男朋友的，他叫元宝。哦，好，请稍等。男朋友收到消息，赶紧跑了出来。两人一见面就乐开了花，不管旁边站岗的单身狗，直接抱在一起秀恩爱。元宝突然想起有监控，可空姐却觉得更刺激，对着监控就亲了一口，生怕别人看不到。而老狐狸看见后，立马就有了意见：凭什么元宝能见女朋友，二牛就不能见老婆呢？可雷神却表示，他请空姐过来，不仅是让这对情侣见面，更是为了给火凤凰上课。上课？上什么课？教他们如何成为一个仪态万方的女人。老狐狸人都傻了，他们费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把娇滴滴的女兵变成了凶狠的男人婆。可现在又请老师再把女汉子变回去，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？但雷神却很清楚，在未来的战场上，女兵将成为刺客，潜伏伪装作战，所以必须改变他们母老虎的气质，变成看着无害的小白兔，不然敌人一看就会起疑心。老狐狸特别佩服雷神，这个老六也太狡猾了。此时母夜叉们正在接受综合训练，他们看着一排的越野摩托，全都疯狂起来，恨不得马上学会就冲出去飙车。而教官们帅气出场，立刻赢得女兵们的欢呼，还为了出风头，专门秀起了操作。只见教官人车一体，不管多陡的坡，多崎岖的道路都能冲过去，山地简直成了平原。小蜜蜂还玩起了漂移，甚至只用了2个车轮。这高难度的操作得到了女兵的一致认可，他们也赶紧练了起来，每个人都特别兴奋。可他们却完全没有女人的样子，连教官都觉得他们是哥们儿。怎么样，哥几个要不要保护啊？这群女人缘太厉害了，立刻飞檐走壁起来，身上没有任何保护措施，却行动异常迅速。小蜜蜂立刻夸了起来，觉得他们已经出师了，但又特别担心，身手这么好的女人，一般的男人可不敢娶啊。不错吧？啊，100分，通通100分。老狐狸为女兵们高兴，而雷神却很严肃，立刻启动特殊训练，把所有人集合起来，并提前打了预防针。这一关如果过不了，照样会被淘汰。元宝带着女朋友过来，还安慰紧张的空姐，早点结束，晚上我等你啊。而女兵们一见到空姐，都怀疑自己眼睛出了问题。特种兵基地里怎么会出现空姐呢？果子更是嘀嘀咕咕的，却被空姐听到，立刻询问她有什么问题。雷神还在这里，果子怎么敢作死？赶紧表示没有问题。我的任务呢，就是教你们成为一个优雅的女人。在上课之前，请大家先换衣服。注意看，这2个教官扔下箱子，里面都是女兵的秘密武器。这是你们的高跟鞋，这是你们的便装，这些便装都是按照你们的尺寸量身定做的。女兵们立刻争抢起来，并猴急地换上衣服。她们训练了这么久，都成了野人了，突然穿上高跟鞋，竟然都有些不适应，走起路来歪歪扭扭的，连集合的时候也都站不稳。雷神看不下去，赶紧把课堂交给空姐，而空姐接管现场后，立刻训练女兵的站姿。请大家站好。他们赶紧整理队伍，这一幕把空姐看呆了，随后忍不住笑了出来。这一看就知道是当兵的，还怎么骗过敌人呢？于是他传授女兵秘诀，不停纠正他们的姿势。而这些母老虎果然多了点女人味。空姐老师还想出一招，让女兵们顶着利刃出鞘的书，双腿还夹住一张纸，不能有缝隙。这穿着高跟鞋可比站军姿难受多了。果子一个没站稳，书和纸都掉了。空姐上去帮忙捡起，并告诉果子一个噩耗，不管是书还是纸，只要掉下去了，就要重新站1个小时。叶寸心骂她是女魔头，结果纸却掉了下去。她帮忙夹纸，并提醒叶寸心重新开始，可女兵却冷笑一下：“你这是苦笑吧？大家都会笑吧？会。”果子立刻示范起来，露出自认为很甜的笑容。你这是傻笑。为了节约时间，空姐决定同时进行微笑训练，让女兵们嘴咬着筷子，露出8颗牙齿。女兵们在辛苦训练，而教官们却在一边看热闹。雷神为了不让他们闲着，于是临时开会商量女兵的后续训练计划。别看阎王人长得凶，可心里还挺柔软的，觉得女兵们都很坚强，甚至一些男兵都比不过。其他教官也纷纷夸了起来，但他们却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女兵们的实战作用。火凤凰要成为一支骑兵，除了培养女人气质，好迷惑敌人外，还要练出超强的身手，才能一击必杀。所以老狐狸找到空姐，要求加快训练节奏，不给女兵休息的时间。老是为女兵们打抱不平，觉得他们这样会吃很多苦。他们来这儿呀，就是受苦的命。继续训练。女兵们都不敢有意见，只好拖着疲惫的身体继续进行走姿训练。果子站出来示范，走出标准的正步，却把空姐老师逗笑了。她也不好意思地吐着舌头，于是笑笑站出来，要给大家秀操作。只见她迈着大长腿，走得特别妖娆，还摆了个姿势，立刻受到队友们的表扬。但老师却指出问题，她刚才表演痕迹太重了，只适合当模特，正常人可不会这么走路。于是空姐示范了一下，又让大家跟着学，并指出不对的地方。这什么呀，别扭死了，我们都成小脚老太婆了。这些女兵太惨了，竟然穿着高跟鞋训练，折磨了一整天，所有人腿都废了，互相搀扶着回宿舍。可笑笑却跟没事人一样。
亲爱的，你知足吧。这个鞋才6公分，我们在舞台上穿的那都是恨天高。那可是15厘米的高跟鞋。其他女兵一听，吓得差点摔倒，而笑笑还有力气再走一遍。这轻松的样子让沈兰妮特别佩服，但阿卓却发脾气了，宁愿跑5公里越野，也不想再穿高跟鞋。穿高跟鞋走路啊，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，受了8辈子的罪了。叶寸心更加暴躁，直接把高跟鞋踢到一边，光着脚跑了起来。果子也赶紧脱了鞋，却发现自己的脚都肿成红烧猪蹄了。可队长却让他们穿上，教官肯定在什么地方盯着呢。他话刚说完，就听到一阵枪响，老狐狸怒冲冲的出来。由于他们违反规定，所以惩罚他们穿着高跟鞋进行5公里越野。女兵们翅膀硬了，竟然敢和教官顶嘴，觉得老狐狸在虐待士兵。他们只是走了1天，脚就痛得要命，这要是跑5公里下来，肯定要截肢了。变态狂，你们简直太过分了！过分的不是我们。他们一看到雷神，瞬间就怕了，赶紧乖乖站好。连最狂的叶寸心，在雷神的眼神逼迫下，也只能穿上高跟鞋。而雷神一顿冷嘲热讽，本以为他们是什么女英雄，结果一遇到困难就退缩，还动不动就喊委屈，觉得教官歧视女性。既然接受不了，那就赶紧滚蛋。火凤凰不接受弱者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是弱者，你就是个弱者。雷神不想继续争吵，打仗可不是靠嘴皮子的。既然女兵着急证明自己，那就10公里越野，最好天亮能回来，至少赶得上早饭。而老狐狸幸灾乐祸，你看看不听我的吧，多加了5公里，10公里越野，开始！女兵们憋着一肚子气，竟然在天亮的时候成功跑回了基地。可雷神没有奖励，反而臭骂他们一顿，还不让女兵休息，赶紧去换上训练服，继续高强度训练。但谭小玲却申请暂停，因为沈兰妮把腿扭了，必须看医生。可老狐狸却铁石心肠，在敌后作战的时候，就算你受了伤，该跑还是要跑。女兵们没有办法，只好在训练中照顾沈兰妮。可老狐狸却很热情，知道他们出了一身臭汗，让人喷热水出来，帮女兵们洗澡。水蒸气瞬间笼罩训练场，气得他们想杀了教官。我要这个毒鸡蛋毒死他们！我直接开枪撞死他们！而雷神知道女兵受伤了，立刻把军医林国良叫来。这可真是个搞笑男，嘚瑟的叫着小蜜蜂，特别自来熟。可小蜜蜂却忘了他是谁，他赶紧搬出雷神，小蜜蜂才让他通过。你咋那么能装呢？我发现你是欠揍啊！我早就该想到，他喜欢的就是你这样的男人，知道吗？猛男，对吧？猛男。我来的不是时候，要不我先走。别，你哎，不是，雷神，你别走！特种兵残酷的训练中，竟然出现了3角恋。林军一争风吃醋，逮着雷神就骂他和谭小玲青梅竹马，甚至为了追求女人，放弃了军区总院的大好前途，跑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。可他来了之后，却发现情况很糟糕，谭小玲似乎心里有人了，于是他趁机找女人谈话，还表达了自己的心意。而且他来之前专门去了一趟谭家，得到谭爸谭妈的支持。谭爸还跟他说心里话：我爸跟你谈什么心啊？他叮嘱他未来的女婿啊！停！林国良，你太过分了！谭小玲一直把他当兄弟，可他却想和兄弟结婚，这不是离大谱吗？两人立刻吵了起来。此时雷神路过，听到里面争吵的声音，赶紧推门进去。而谭小玲一看到他，瞬间紧张起来，还慌张的解释。雷神担心他伤没好，打算过去扶他休息，却被林国良挤到一边，两人都看不顺眼。雷神看出军医有问题，而军医也壮着胆子站起来宣布主权。谭小玲她是我的未婚妻。你干什么啊，林国良？我知道。雷神，你别误会啊！果然着急了是吧？我说呢，最近怎么不跟我联系了？原来这里有个猛男是不是？雷神想坐下好好谈，可军医却抢过椅子，要和雷神对线。谭小玲在一边看着，那是特别着急啊，什么话都向着雷神说，这让林军医更加确定他就是喜欢上雷神了。可硬汉雷神却很不自在，他宁愿上战场挨枪子，也不想在这里尴尬，于是起身就走。可谭小玲一激动，竟然晕了过去。他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抱住了女人，但林国良却很吃醋，不让他碰谭小玲。他人狠话不多，掰着军医的手指直接扔到一边，又把女人扶到床上。谭小玲直勾勾地看着他，雷神顶不住这种目光，赶紧找借口离开。可林国良却趁机告状：小莲，你看到没有？他居然动手打我！他不叫打你，我这才叫打你！你出去！而雷神一到外面就被老狐狸抓到，嘲笑他表情很怪。雷神恼羞成怒：不是你脑袋是被门夹了是吧？你说什么呢你？萌萌，你的小心脏是不是跳快了？而在另一边，女兵们都集合起来，准备回宿舍好好休息。正好看到军医缠着谭小玲，一群女人立刻八卦起来：什么情况？这还看不出来找对象？什么对象啊？你没看到这口香糖粘住了？这个比喻可真生动。林国良就是粘得不行，却让谭小玲更加讨厌，赶紧向姐妹们求救。大家立刻上前分开两人，沈兰妮还当上护花使者，警告林军医离远点，否则就动手了。而林国良着急追上去，却摔在地上起不来。这时雷神走了过来：看来你不用追了，你跑不过4个轱辘的。
你闭嘴！你再说一遍试试！我绝对不会喜欢一个男人婆。他不是男人婆，他很女人的。雷神听了这话都想笑，女人会生吃老鼠吗？女人会喜欢泥坑里打滚吗？他们通过了魔鬼训练，早就不是娇滴滴的女生，都成了强悍的男人婆。而此时男人婆们刚到基地，谭小玲就着急给家里打电话，小蜜蜂赶紧到一边回避，却得知了惊天大秘密。电话刚一接通，谭小玲就开门见山，让司令老爸来接电话，追问林国良的事情，还不让老人家瞎撮合，他和军医是不可能的。然而老妈却有很大的意见，你总不能变成剩女吧？你说人家国良，人家不在乎你离没离过婚，就是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也不嫁给林国良，行不行？母女俩说不到一块去，谭小玲直接挂了电话。她喜欢的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可林军医却一点男人味都没有，像口香糖一样黏糊糊的，让她头疼得很。她刚一出门就发现了小蜜蜂，担心男人听到什么，可小蜜蜂多聪明，赶紧装着糊涂，但进去看到号码，吓得立刻站起来。有点来头啊！此时雷神的心乱了，那么大的西瓜他都扔不准，队友们知道他有心事，躲在旁边看热闹，结果一把匕首飞来，吓得两人赶紧离开。可小蜜蜂却找了过来，气喘吁吁的，一看就有急事。咱来那教导员，她好像是谭副司令的女儿。雷神也愣住了，难怪谭小玲之前张口闭口就去司令部告状，原来是有这层关系啊！小蜜蜂赶紧提议，以后对他好一点，免得得罪了谭司令。可雷神却骂他怂货，他们折磨谭小玲那么久，现在再去巴结，岂不是很没骨气？这事儿你就当不知道，也别到处去说了，咱俩装傻就完了。雷神赶紧让小蜜蜂离开，自己却很不平静，一匕首把西瓜给劈了。而在另一边，教官们很八卦，通过摄像头发现何露一个人坐在湖边，手里还拿着男朋友的照片，觉得里面肯定有故事，于是好奇男人长什么样子。可这一看却都傻眼了。不会吧？我说什么情况？是谁啊？见小蜜蜂这么好奇，二牛也没有隐瞒，原来照片上的这个男人正是雷电小队的副队长，代号天狼。在8年前境外作战的时候，为了掩护队友撤退而被敌人抓住了，从此失去了消息。这时老狐狸哼着歌走来，干什么呢，臭小子？又在偷看女兵是吧？想不想收拾你啊？他一看照片也不敢相信，天狼的失踪是所有队友心中的痛，更是最高机密，于是警告大家绝对不要因为心软就告诉何露真相。小蜜蜂却很不理解，哎呀，这失踪也是最高机密啊，当然了，上级决定的。看来天狼失踪这事背后肯定藏着大秘密。这个教官为了给女兵放假，竟然约走了空姐老师，请她喝亲手做的咖啡，也不怕得罪兄弟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别浪费时间。雷神大发慈悲，让女兵们去休息室尽情享受1个小时，可他们却闻到了危险的味道。玩我们呢吧？但他们豁出去了，哪怕是陷阱也敢往里跳。一群人来到休息室，顿时欢呼起来。果子打开冰箱一看，发现很多好吃的，觉得上了天堂。而欧阳倩看到电脑，兴奋的不行，却发现电脑有密码。叶寸心立刻过去展示练习2年半的黑客技术，轻轻松松破解了密码。而何露拿着时尚杂志，觉得特别奇怪，雷神那种钢铁直男只对飞机大炮感兴趣，怎么会看这种东西？谭小玲也觉得不对劲，他俩立刻警惕起来，可其他人却很放松。笑笑还偷偷摸摸去打沈安妮，两人立刻玩闹起来。突然集合哨响起，女兵迅速出去集合，而迎接他们的却是雷神的刁难，竟然让他们说出房间里的细节。还好谭小玲留了心眼，回答上几个问题，但其他的却记不住。果子立马补充起来，冰箱里有13瓶矿泉水，12瓶咖啡饮料，11瓶果汁。他果然是个吃货，记得一清二楚的。叶寸心也趁机表现，把电脑的配置说了出来，可他还来不及嘚瑟，就被雷神追问其他细节，比如杂志封面什么的，这可撞到枪口上了。何露正好看了杂志，准确的答了上来。雷神这可不是发神经，而是在培养女兵们的观察能力。对于一名优秀的特战队员来说，细心就是一切。见没有难倒他们，雷神便让老狐狸上场，带女兵进行下一步训练。女兵们换好做训服，但老狐狸却迟到了。他们闲着无聊，只好自己瞎观察。慢慢的走进了草地，却不知道危险已经逼近。笑笑挖出个东西，觉得挺好看的，要带回去装化妆品。可欧阳倩却闻到了炸药的味道，别动！笑笑吓得赶紧扔出去，却被何露接住，并认出这是防步兵地雷。可其他人却不相信，地雷怎么长这样，绿油油的？你们以为只有骷髅代表死亡吗？老狐狸见他们中了陷阱，终于走了出来，还提醒他们不要乱动。果子低头一看，吓得魂飞魄散。我踩到地雷了，我也有。叶寸心也是个倒霉鬼，老狐狸赶过去救他，压住地雷后让他跑远一些，自己则牵着长线退到安全距离。蹲下，把头抱好。
菜鸟们在鬼门关打转，赶紧求老狐狸救命，可他却袖手旁观，竟然让女兵们自己排。他们被吓破了胆子，根本不敢轻举妄动。何璐严重抗议：我们一没技术，二没装备，排雷极其困难啊！再说了，出现伤亡怎么办？凉拌！快看，这个老六蹲在树上，把弹弓慢慢拉开，准备狙杀敌方长官。可男人却开了挂，感觉到危险降临，连头都没有回，就猜出他的位置，并使用强光手电闪瞎了女老六的眼睛，还拿走她的作案工具。你想拿这个东西狙杀我？是的，因为你是这里最高指挥官。这个老六叫叶寸心，为了成为女特种兵，证明自己的实力，于是独自脱离队伍，要实施斩首行动。但他却倒了8辈子的霉，竟然遇到了雷神。这可是个老特种兵，最擅长的就是斩首，收拾他就是小儿科。雷神觉得他有天赋，于是追问他：那你有没有想过狙杀我以后怎么去逃命？我没想过。雷神瞬间无语，原来也是个愣头青，竟然把狙击手当成自爆卡车，一命换一命啊！必须帮他冷静下来。于是让人把他扔进泥潭，可他却撞倒了沈兰妮，两人都是火药脾气，一点就着，立刻就吵了起来。老狐狸看着这一幕，觉得女人就是麻烦，不管是什么场合，他们都能吵架。真是我刚出壳的小米。雷神对他们的表现很失望，嘲讽他们根本就不是军人，而是一群胆小鬼。下个泥潭就一直尖叫，那以后上了战场要把敌人喊死吗？而且动作那么慢，连水枪都躲不开，简直是一群大王八。女兵们心里都很不爽，但害怕被收拾，没有一个人敢反驳。可叶寸心却不服。报告，你瞧不起女性。雷神眉毛一挑，直接蹲了下去，让他听得更清楚。我不是瞧不起女性，我是瞧不起弱者。报告，不是。大嗓门可没什么用，强者是靠实力说话的，至少不会被手电放倒。他怒气冲冲，一句卧槽破口而出，而雷神更加愤怒。特种兵是精锐中的精锐，能撑下去的都是硬汉，可他们一群娘们根本就吃不了苦，来这里唱戏的吗？你们在侮辱我们的骄傲！你们要想在这儿待下来，你们就死定了！在雷神的威胁下，很快就有人扛不住，选择了退出。欧阳倩想要举手，却被好姐妹果子拉住，要一起撑下去。而文工团的笑笑犹豫着举起了手，可叶寸心却到处惹事，让他赶紧滚蛋。这下他可就不走了，一定要争口气。女兵们都充满了恐惧，可沈兰妮却很不屑，觉得这招数太老套。毕竟以前集训的时候就经常下泥潭，而阿卓更厉害，她是大凉山的女娃，和泥石流比起来，这就是小菜一碟。但两人狂妄的话却被雷神听到了，他立刻黑着一张脸。还是有高手嘛！来，把这2个高手给我关进水牢。两人被拖了过去，沈兰妮赶紧坐下不敢动，却被一脚踹了下去。水牢里都是腐肉，那臭味让雷神都受不了。高手，精英想通了就退出吧。这2个老熟人一见面，气氛就变得特别紧张。黑猫是恐怖组织 K2的首领，而天狼却是中国军方的卧底。知道吗？大陆军警已经启动了反恐预案，这下可热闹了。黑猫要对中国发动恐怖袭击，让天狼把毒气弹运进去，可他却故意走漏风声，帮警察抓住了走私犯。他一听黑猫的话，就知道被怀疑了，于是赶紧表示忠心。我会想办法干掉他，来弥补这个后果。黑猫却让他别轻举妄动，自己有其他的安排，让他到一边歇着去。可天狼离开后，黑猫却变了张脸，对着小猫咪发神经。他说的是真的。天狼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回忆起自己被俘的事情。恐怖分子对他严刑拷打，想从他嘴里撬出情报，可他哪怕奄奄一息了，也没有求饶，还被关进冷库，全身都被冻伤，眉毛上都挂着冰。但畜生却一桶冰水浇上去，要把他冻成冰棍。那刻骨铭心的疼痛，就算现在回想起来，也让天狼忍不住颤抖。而恐怖分子还把他带到非洲，在40多度的高温下暴晒，他被折磨大半年，精神已经快崩溃了。而大 boss 黑猫终于登场，硬汉超乎我的想象。天狼看着他，眼神里都是祈求，求他给一个痛快。但黑猫可不是大善人，他费了这么多功夫，就是为了拉天狼下水，把特种兵变成恐怖分子。天狼不停地流着眼泪，精神终于崩溃，放弃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他为 K2 卖命8年，终于混到了组织高层，这次更是抓住机会，破坏了对中国的恐怖袭击。可天狼却不知道，走私犯竟然把他供了出来。警方看到他的资料，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。他曾经是中国军人，代号天狼，是特种部队的军官。这是钓到大鱼了呀！警方立刻找到首长，说明了具体情况，并要见熟悉天狼的人。赵初立马找到雷神，毕竟天狼是他训练的。而他知道真相后，立刻配合警方的调查，还叫上天狼的女朋友。何璐一听到这个消息，情绪变得异常激动，他不相信天狼会叛变。雷神立刻支走赵初，自己单独安慰何璐，可女人却钻起牛角尖。你告诉我，他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？我他妈也想问。两人努力冷静下来，决定配合警方工作。只要抓到了天狼，那所有真相都会水落石出。
而雷电小队也知道了这事。天狼是他们的副队长，所有人都特别担心，不愿意以后战场上相遇，彼此成为敌人。可雷神却突然发火，觉得他们当教官久了，忘了自己战士的身份，于是罚他们武装越野10公里。女兵们看到这一幕，立刻幸灾乐祸起来。他们在干什么呢？给我们做示范呢是吗 ？No， 他得到报应了，被罚了。注意看，这些女兵不好好训练，反而在跳肚皮舞。果子很不情愿。我们学这个干什么呀？难道要用肚皮舞把敌人给咬死啊？女兵们全都嘲笑起来。空姐老师瞬间无语，只好搬出雷神来。既然他们都是军人，那就应该乖乖完成任务。可欧阳倩却有意见了，动不动就拿雷神吓唬我们，我们是军人，你是吗？短短几句话，却把空姐伤透了心。而其他人也觉得老师好欺负，宁愿去练搏击，也不在这里浪费时间。他们是来当特种兵的，不是什么舞蹈演员。队长赶紧让他们安分一点，而教导员则向老师道歉。可这时雷神走了过来，女兵吓得立马集合起来，而空姐教不下去，哭着跑到一边去。雷神瞬间就怒了，这可是他好兄弟的女朋友，必须好好教训这群丫头片子。老肖吗？你是不是特别想穿上迷彩服？我要去搏击，要训练。哦，没问题。女兵们被赶到训练场，雷神都快睡着了，他们才集合完毕。雷神专门给他们一个任务，抓捕恐怖组织的头目。这就是你们要抓的目标。女兵们一看到老狐狸，马上就笑了出来。他们早就不是菜鸟了，身手变得特别厉害。一个老狐狸岂不是手到擒来？然而一看训练场合，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，竟然是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。他们立刻就怂了，这么多无辜群众，万一出了意外，那就不好交代了。然而雷神不听借口，只给他们30分钟时间，这不明摆着为难人吗？恐怖分子又不是瞎子，他们穿着军装进去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女兵们这才明白伪装的重要性，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虽然知道是必败的任务，但还是想拼一把。他们一进去，行人果然就到处乱跑，现场一片混乱，而恐怖分子趁机开枪。女兵们立刻分组行动，在大街上激烈交火，却误伤了老百姓。为了不扩大伤亡，他们只好一边疏散群众，一边对恐怖分子反击。别跑，趴下，趴下！这仗打得太憋屈了，可恐怖分子却很嚣张，开着车在大街上疯狂扫射。笑笑和阿卓一着急，竟然误杀了群众。来，别搞头了！而果子和欧阳倩却被击中，瞬间气得要爆炸了。打的什么窝囊仗啊！有本事不要老百姓做掩护啊！站出来，明刀明枪的跟我打！就是，有本事站出来对决！一个灵活的身影跳了出来，他摘掉了面罩，正是老狐狸，对着女兵就口吐芬芳，把他们骂了个狗血淋头。没做好准备就敢闯进来，都活腻了吧？你们死了倒无所谓，老百姓死了呢？无辜者死了呢？难道你们想看到整条街上遍地死尸，血流成河吗？我现在不想弄你们难看，抓紧时间滚回去！王彦斌一枪击中李二牛，没打中啊！李二牛也太笨了。雷神也太坏了，明知女兵们演习失败，却故意说这话，用二牛来气他们，还装得特别惊讶，阴阳怪气地嘲讽着。女兵们不仅任务失败，还误伤了老百姓，被说得无地自容，赶紧向雷神承认错误。不可能啊！你们怎么能输呢？你们多牛啊，一个一个的，你们都快牛到天上去了。果子虽然心里难受，但还是勇敢站出来，为赶走老师而道歉。是他们目光短浅，不好好学习伪装技巧，要打要骂都没有怨言。雷神这才放他们一马，恢复成严肃的样子。别的我什么都不想说，自行去跟李教员道歉。女兵们立刻飞奔起来，赶紧回到基地，正好拦住离开的空姐老师，纷纷向她真诚道歉，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，求着她留下来。空姐可不是小气的女人，爽快地原谅了大家，继续带着他们学习舞蹈，把一个个女汉子训练成了风情万种的美女。雷神来检验成果，都一个劲地夸他们，还带头感谢空姐的辛苦付出。来，过去，过去。他相信女兵们已经合格，就算现在扔进城市里作战，也可以伪装成无害的女人，轻松解决掉敌人。为了奖励女兵的良好表现，雷神决定给他们玩点大家伙。门刚一打开，他们就看傻眼了，竟然是武装直升机。你们瞧这飞机多性感啊！性感，这么威武霸气。他们可不想光看着，都忍不住要上去摸摸。而雷神难得大发慈悲，想学吗？那就学吧！女兵们立刻欢呼起来，争着抢着冲上去，却打不开舱门。雷神立刻安排教员先让女兵们学习理论，等全部掌握了，再亲自操作试飞。他们听得特别认真，完全不敢走神，期待飞上蓝天翱翔的感觉。然而到了晚上，和陆邦谭小林敷药，看着他满身的伤，觉得特别心疼。他是教导员，其实没必要吃这么多苦，可他看着军旗，意志万分坚定。在这面军旗下，即便是死，也是幸福的。何璐不让他瞎想，赶紧好好休息，明天还有场硬仗要打。
果然天一亮，雷神就召集了所有人，宣布魔鬼训练结束，女兵们迎来最终考验，只要过了这关，就能成为火凤凰。而对手竟然是红箭旅，军区最精锐的部队，不仅兵种多样，坦克、飞机一样不少，连雷神都被他们抓到过。红箭旅的参谋长特别自信，这次演习陆空一体，多种手段，在方圆200公里的范围内建立起一个铁壁铜墙般的军事防线。他原本以为是和雷电小队对抗，却没想到是抓一群女兵，根本就看不起菜鸟们，扬言要把他们全部活捉，少一个都算女兵们赢了。我们进行一个小小的淘汰赛，红箭旅负责清剿，你们负责逃跑。女兵们迎来最终考验，只要活到最后，就能成为火凤凰。但对手有几千人，他们既紧张又兴奋，可雷神却幸灾乐祸，觉得他们撑不了多久。我想起来都开心。1小时之后，你们将会被集体淘汰。女兵们赶紧回宿舍，收拾东西准备出发。此时作战指挥部里有个特别像范天雷的男人，他就是红箭旅的方旅长，特别瞧不起女兵，觉得雷神请他们出马就是不给菜鸟们活路。数千人撒在山里，包围的水泄不通，都不用3天时间，马上就能活捉女兵。雷神黑着一张脸，他可以骂自己的兵，但方旅长说坏话就不行。他们可是我训练出来的兵，你都被我抓过，他们还能逃出我手心？方旅长说的对，那就让我们等待演习的开始吧。老方知道雷神护犊子，于是立刻交代参谋长，让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，只要抓住一个女兵，那全连放假3天。这个计策可太狠了，简直是给战士们打鸡血。雷神脸色更加难看，可老方却冷笑一下，觉得1个小时后就可以收兵回去睡觉了，还故意说些话气雷神。抓了你的人，你可别心疼啊，谁抓着谁还不一定。此时女兵们集合完毕，正要登上直升机的时候，老狐狸突然给了一个任务，教官们纷纷敬礼，希望女兵们能够通过考核。谭小玲看了下任务，却瞬间无语。何璐也冷笑一下，让我们抓捕或者击毙红箭旅的旅长。女兵们吵翻了天，他们只有8个人，还有1个伤员，可对方却有几千人，能活下去就很幸运了，根本完成不了斩首行动，而且还不知道指挥部的位置。雷神绝对是故意的，就是想让他们全部淘汰。方圆200公里，3天走都走不完，还要抓红箭旅的旅长，谁知道他在哪儿啊？何璐之前就是红箭旅的兵，知道原部队有多厉害，这下菜鸟们更慌了，仗还没打就内讧起来。果子心里没底气，劝大家一起投降，可叶寸心却要死战到底，双方立刻争执起来，却惹怒了队长，要把投降的人从直升机上扔下去。这下所有人都安静了。我们现在大敌当前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冷静下来，团结一致，这样才能想出好办法。谭小玲也赶紧鼓励大家，让他们提高警惕，一到降落点就隐蔽起来，先躲开红箭旅的追捕，再想办法斩首。但他们已经被红箭旅发现了，方旅长老不要脸，竟然派出大部队把降落点包围起来。那小雷，对我的部署还满意吗？直升机落地之时，就是他们落网之日。这场秀啊，该结束了，我没时间陪着女兵啊玩猫捉老鼠。老乡，你好，我们呀在进行军事演习，想麻烦问问您有没有见一群姑娘啊，女兵。这群士兵出息了，抓不到女兵就包围了村民的家。老爷子耳朵不好使，没见过马什么美，男兵们只好灰溜溜的走了。原来红箭旅不讲武德，提前包围了女兵的降落地，还拿着个大喇叭让女兵们乖乖投降。可他们拉开舱门，却掉出一颗手雷，把所有人都炸死了。领头的不服气，立刻质问驾驶员：他们人呢？我们都挂了，此人之间不能互相说话吧？红箭旅出师不利，连女兵都没见到，就损失了1个连。老方一听这个消息，脸色变得特别难看。多年的老猎人竟然被菜鸟给耍了，气得他立马派出无人机布下天罗地网，一定要找到女兵们。此时女兵正从水里冒出来，多亏了谭小玲在飞机上就留了个心眼，担心红箭旅不遵守规则，让大家提前下机。路过水库的时候，所有人拼命一跳，成功降落到水库里，并被打鱼的老爷子发现。因为找不到女兵，老方发了很大的脾气，雷神却躲在一边憋笑。为了找回面子，老方立刻在地图上分析起来，多年的作战经验告诉他，女兵很有可能跳水库了。于是派出大部队去水库抓人，结果却慢了一步，女兵们早就消失了。老方很清楚，菜鸟们不可能长了翅膀飞出了包围圈。看来只有一种可能啊，就是被附近的老百姓藏起来。他立刻派大部队排查周围村庄，并找到打鱼的老爷子，
但他们一群大老粗，哪里有姑娘们可爱？老爷子想都没想，赶紧帮女兵们掩护，而菜鸟们在屋里偷看，紧张的不敢喘气。雷神也知道女兵们处境危险，立刻给老方灌迷魂汤，劝他不要让部队扰民。更严重的是，你会惊动媒体，你到时候你红箭旅那可就名扬四海了。雷神把老方吃得死死的，知道他这个人最爱面子，一句话就击中弱点。老方也担心出问题，闹到上级领导那去，赶紧让部队撤兵。可小战士却一根筋，想要进去搜一下。连长，我觉得你妹肯定有情况。闭嘴！要是真出了事儿，你负责呀。连长立马带走了所有人，女兵们全都松了一口气，瘫坐在椅子上，吓得全身没有力气。而何璐很清楚红箭旅的风格，一定会守在村口排查，要把他们困死在这里。那雷神给的斩首任务肯定会失败，女兵们都急了，不想在这里等死，却又想不出好办法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老爷子走了进来，想出一个办法，帮助女兵们逃脱。而在另一边，老方闲着无聊，打听雷神布置了什么任务，竟然让女兵们拼了命，就算跳水库也要完成。斩首行动，斩谁手？你的，你会为你的自负后悔的。这群女兵也太拼了，为了逃出包围圈，竟然躲在垃圾堆里。臭死了！这是你们自找的，最好抓住我高贵的头颅。女兵们全都憋着气，内酸爽简直不敢相信。而他们刚到村口，就被男兵拦了下来，还要上车搜查。在这危急关头，还好有村长担保。20是我们村上的，祖孙3代都住在这里，根正苗红，绝对不可通敌的。队长也不想检查垃圾车，于是便放走了20。他真是一个大聪明，傻乎乎的放走了目标。而垃圾车走远后，女兵们终于忍不住，全部冒出头来干呕。我的神呐，太臭了！我8辈子都没有这么臭过。欧阳倩最惨，她的鼻子是最好使的，现在却受尽了折磨。可他们还没到安全区，不管垃圾堆有多臭，也只能继续埋在里面。这一路上到处都是关卡。20看到这大场面，吓得直擦汗水。更可怕的是，一辆军车堵住路，让他下车接受检查。连长忍着垃圾车的恶臭，检查20的证件，连军犬都不敢靠近。没发现什么问题后，赶紧放20离开。战士担心这车有问题，可连长却很自信。你都不肯靠近，难道女兵不怕臭？到底是老侦察兵，水平高。这水平都高到下水道了。女兵在眼皮子底下溜走，他们如果知道了真相，怕不是要被气死。而垃圾车安全到了山上，20松了一大口气，女兵们更是赶紧下车，贪婪的呼吸新鲜空气，并立刻警戒起来。可欧阳倩却在捡垃圾，队友们看见都担心她被臭疯了，可她却表示有大用处。女兵们不敢停留，向20道谢后就快速出发。果子还特别感恩，扔出胡萝卜当路费，这一扔却扔出一段孽缘。1天没有女兵的消息，老方终于急了，转头却发现雷神在偷笑。你笑了？我笑是因为我即将要看到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。老方被这么一嘲讽，面子上有点挂不住，而雷神还在拉仇恨，要和队员去吃烤肉。老方被气惨了，立刻启动紧急预案，他躲在地面指挥部，政委在空中指挥部，这样来迷惑女兵们。只要他们执行斩首行动，就会露出破绽。而在另一边，雷电小队正在烤全羊，阎王馋得不行，立马冲上去切下一块半熟的肉吃起来。他是生吃老鼠的猛人，当然不怕拉肚子。这肉啊，都得吃3分熟的，这才能吃出肉的味道。我跟野人一样。老狐狸觉得很无聊，这突然不折磨女兵，反而有些不适应。而雷神却很沉默，明显在担心自己的兵，这让老狐狸很八卦，问他是担心全部女兵，还是特别关心某一个人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。见雷神较真了，老狐狸立刻转移话题，起身去看肉烤好了没。来吧，我等不了了，我要当回野人。来，上哥几个！注意看，这群女兵为了干掉追兵，施展出帅气的身手，迅速埋伏起来，而男兵们却毫不知情，一头扎进了陷阱里面。女兵们藏在暗处，正打算开枪偷袭，可意外却发生了。注意脚下，太多事了吧？男兵觉得很倒霉，赶紧蹭着鞋底，却一脚踢到果子脸上。他敢怒不敢言，只能忍住不出声。而班长突然尿急，跑到一边去方便，可谭小玲却藏在下面。她可是军区司令的女儿，却受到这种奇耻大辱。本想咬牙强忍着，但越想越气。女兵们突然杀出，打了男兵一个措手不及，眨眼间就解决了战斗。他们还特别谨慎，上去检查有没有漏网之鱼。确认全歼，说刚刚是哪个混蛋撒姑奶奶一脸臭狗屎。男兵不讲义气，立刻看向班长。果子赶紧抓着他，劈头盖脸一顿臭骂。刚刚还尿我们教导员一身，真有本事啊你！我真没看见，对不起啊，首长。你是死人，不许说话。女兵们收缴了食物和电台，就抓紧时间撤离。可谭小玲却突然回去，班长以为他来找麻烦，赶紧向他道歉。可他却只是警告，让男兵们遵守演习规则，不要违规透露情报。战士特别惶恐，他们一个班的兵力竟然被女兵打败了，连忙问班长怎么办。能怎么办？凉拌，回去等着被连长扒皮吧。此时老方正在睡觉，可参谋长却把他叫醒，并汇报最新的战况。又一个班被干掉了，
他立刻打起精神，不敢再小瞧女兵，毕竟他们是雷神训练出来的，肯定了解红箭旅的作战方式，可自己却对他们一无所知。于是让所有部队警惕起来，只要没有确定全部菜鸟的位置，就不能主动出击。这简直就是王八战术，只要守住了指挥部，那女兵就不可能斩首成功。而另一边，女兵们跑了一晚上，每个人都精疲力竭的，终于到了安全的地方，于是抓紧时间休息。果子直接瘫在地上，觉得当特种兵太累，还没有军犬舒服。军犬还有人天天伺候着，下辈子投胎还不如做狗。而两个死对头也没劲争吵，背靠着背原地休息。沈兰妮还有力气说话，可叶寸心却累得瞬间入睡。阿卓正在警戒，而欧阳倩跑了过来，拿出之前捡的垃圾，并用树叶盖住，只要有人经过，就会踩中发出声音。阿卓连忙夸他聪明，竟然想出这么好的办法。你虽然胆子小，但是点子多。我吧，有勇无谋，要不咱俩配个对？配对？欧阳倩很惊讶，她一直和果子组队，总不能有了新队友就把傻姑娘给甩了。要不咱们来个桃园三结义？等咱演戏结束了，姐姐妹妹，虽然林子你是高手，一会儿带着我啊。必须的。开玩笑，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不是浪得虚名的。看来清华的高材生要教我们当黑客了。为了找到敌方的指挥部，叶寸心立刻拿着电脑入侵，却被红箭旅的高手发现，猜出他想安装木马，赶紧汇报给方旅长。能来节目，小叶氏大头在键盘上噼里啪啦一顿，成功建立起防火墙，还特别骄傲，保证没有人可以破解。OK， 成功了，通畅到了。叶寸心刚才投放的木马只是一个诱饵，真正的病毒早就安装好了。于是就凭他一个人，就控制了整个旅的系统。凡是方旅长能做的，他们也可以办到。笑笑大吃一惊，就是说我们可以代替这个方旅长发号施令喽。叶寸心立即查找指挥部的位置，这才发现没那么容易。老方不愧是老江湖，竟然弄出2个指挥部，女兵们根本不知道他在哪。于是想出个简单粗暴的方法，只要把2个指挥部都干掉，那斩首行动绝对成功。于是他们分为2组，立刻展开入侵。然而他们刚行动，信号就被捕捉到，往西北方向好像要渡吉湾河，那里可是重兵把守，女兵们简直是自投罗网。可老方却让部队原地待命，一定要把菜鸟们一网打尽。可就是这个命令，为他带来了严重的后果。此时雷神走了进来，故意给老方添堵，看着监控的画面，装作特别惊讶，以为女兵被装上追踪器。是我部的电台和终端，哪儿搞的？还行。不想说我就不问呗。老方气得牙根痒痒，只好说出实情，承认是手下疏忽大意，竟然被女兵们给偷袭了。一个侦察班全歼了。是的。哎，我说小雷，你可别高兴得太早啊。老方赶紧说狠话挽回尊严，等会儿就把菜鸟们全捉了，少一个他就不姓方。可雷神却一点面子都不给。方旅长，你还等什么呀？赶紧动手啊！老方是搞战术的，和雷神这种莽夫聊不下去，保证在3天内抓住这群女超人，并且嫌雷神太烦，立刻下了逐客令。但雷神就是要搞老方心态，死皮赖脸的坐到一边。你们都给我动起来，别让咱们的战斗英雄在这看笑话啊！而在另一边 ，B 组已经摸到了河边，他们观察了4周，没有发现什么动静，反而觉得很不对劲。这么重要的地形，肯定会有部队警戒，担心前面有陷阱。可如果绕路走，不仅浪费时间，还增加了暴露的风险。于是他们决定赌一把。他们是想一网打尽，现在不敢动手，是怕打草惊蛇。他们正打算渡河，却正好看到监视的无人机，立刻确定了刚才的猜想，于是胆子都大了很多。他们让我们过，我们干嘛不过？踩钢丝啊！我喜欢。走吧。注意看，这群女兵冒险渡河，可他们的一举一动却被敌人看得清清楚楚。红箭配套报告，他们都在水里，只要1个寄宿舍，他们都得阵亡。完毕。红箭收到，不要发起攻击，保持全程监控。完毕。狙击手都气坏了，觉得上面脑子出了问题，这么好的机会都不抓住。他们虽然不甘心，但身为战士，也只能服从命令。而方旅长有自己的考虑，因为女兵们分开行动，不能够一网打尽，所以他决定放长线钓大鱼。一旦确定了具体人数，一起动手，务必全歼，不留后患。于是女兵们安全的上了岸，男兵们一枪都没有开，还老实的跟在后面，简直成了菜鸟们的保镖。但女超人们却不领情，发现被跟踪后，立刻准备反杀。被他们追一路了，我不想当笨老鼠了，行动！他们赶紧找好作战位置，耐心等待猎物上钩。而叶寸心架好了狙，精准一枪爆头，笑笑默契补刀，干掉了另外一人，轻松解决了战斗。正打算上去捡装备，却被谭小玲叫住。应该还有2个狙击手。他们立刻寻找起目标，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笑笑这时站了出来，要引出藏着的老六，随后闪电般窜出，藏在树桩后面，小心地脱下背包。而阴险的老六也正在逼近。女兵们配合太好了，不愧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，但他们也不敢轻敌，毕竟还剩1个狙击手，必须把他干掉。可对方也不是傻子，
绝不会轻易上当。于是沈兰妮决定去当诱饵，把自己的命交给队友们。她赶紧冲出去乱开枪，而伏地魔果然上当，结果枪声暴露了位置，被叶寸心瞬间击杀。沈兰妮躲在树后面，竟然还活了下来。女兵们立马围上去，收缴了他们的食物。姐姐，能不能给我们留一点？闭嘴！还是谭小玲大发慈悲，看他们可怜兮兮的，留了一点干粮。此时老方正在吃饭，却差点被噎着，而参谋长更狠，直接带来个噩耗，跟踪女兵的精兵被全部消灭了。老方顿时火冒三丈，连饭都吃不下了，赶紧过去指挥战斗，对着地图一阵分析，派出大部队地毯式搜索。女兵们和追兵擦肩而过，躲在他们身后不出声，而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有任何发现，连长都放弃了。兄弟们都饿了吧？抓紧点，除了林子，让炊事班做红烧肉，犒劳大家。男兵们立刻欢呼起来，象征性的搜索了一下，就赶紧回去吃肉。而女兵们来到一处悬崖，为了不暴露位置，纷纷变成了蜘蛛侠，徒手攀爬起来。可笑笑却手滑掉了下去，还好沈兰妮拉住了他。登顶的两人立刻扔出绳子，拼尽全力把他拉了上去。4个女超人松了口气，担心起另一组的队友。放心吧，他们和我们一样，都是从雷神那火地狱走出来的女人，没有什么是应付不了的。什么味道？有香水的味道。你们谁抹香水了？不是女士用的香水，是男士用的古龙香水的味道。女兵们瞬间明白过来，这附近肯定藏着老六，准备偷袭他们，于是赶紧警戒起来。而暗处的狙击手却特别恼火。你又喷香水了？就喷了那么一点儿，差点害死我。臭美男只是用香水驱虫，没想到女兵的鼻子那么好使，简直比军犬还要厉害。更恐怖的是，他俩找不到女兵的身影了。正疑惑的时候，阿卓却闪电般冲出，一个大鹏展翅，瞬间就放倒了2人。队友立刻开枪补刀，拿走他俩的武器和食物，迅速转移了战场。可还是被红箭旅发现，方旅长吓出一身冷汗，这哪里是什么菜鸟，明明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母老虎。我们还是小瞧了这些丫头片子，他们不比男兵差。于是老方杀出杀手锏，不仅派出大部队搜索，还带上了军犬。女兵们狂奔逃命，还好二牛教过他们，遇到军犬不能光跑，一定要抓住机会把军犬干掉。于是欧阳倩冲出去，拉住军犬的仇恨，并和他缠斗起来。而阿卓则藏在一边。追兵们很快赶到，却只看到被干掉的军犬。正四处寻找目标的时候，阿卓超帅的从天而降，和男兵们贴身搏斗起来。欧阳倩也赶紧加入战斗，两人默契配合，打得男兵们眼花缭乱，还趁机扔下颗手雷。男兵都傻了，这还是女兵吗？简直就是女超人。而另一边，何露和果子跑得气喘吁吁的，终于摆脱了追踪。吃货果子累坏了，赶紧吃东西补充体力。而何露则小心警戒，察觉到追兵的动静，赶紧叫果子撤离。可他却找到个山洞，两人赶紧躲了进去。男兵没有任何发现，正打算离开，却看到果子丢下的垃圾，知道女兵就在附近，赶紧仔细搜查起来。何露急得满头大汗，眼睁睁看着追兵越来越近，并发现了他藏的山洞。于是他化身恶鬼扑出，一脚把枪踢出去，迅速制服了男兵，并带着果子迅速撤离。这不是女兵啊，这是女鬼吧？4人有惊无险，成功汇合起来。何露制定作战计划，准备劫持导弹营，干掉敌人的空中指挥部。但想顺利完成任务，就必须冒险渡过沼泽地。女兵们都豁出去了，立刻行动起来。可进了沼泽地，才发现危机四伏，不仅要忍受水里的恶臭，还得注意脚下的动静。一颗心都悬在了嗓子眼。果子口渴想喝水，可欧阳倩却不肯给他，因为淡水已经不多了，必须到坚持不住的时候才可以喝。他一着急就扑过去，结果两人都倒在沼泽里，这可吓坏了队友，赶紧扔出绳子，惊险的救出两人。果子吓破了胆，这是真要人命啊！队长，我不玩了，我还没活够呢。田果，你要是再说这种鬼话，我就一枪崩了你！这2个女兵因为吹牛，直接被教官扔进水牢，里面都是腐肉死蛇，还在40度的高温下发酵，简直比下水道还恶臭。两人恶心的想吐，连教官都受不了，赶紧跑去洗澡，却把两人关了起来。教官的变态刑罚直接摧毁了沈兰妮的心理，嚷嚷着要退出。可阿卓却很有骨气，一定要坚持下去。我们绝对不能让男兵瞧不起我们，我坚持不下去了。见他这么难受，阿卓立刻拿出了秘密武器，竟然是一壶高度烈酒，但他嫌弃在臭水里泡过，坚决不肯喝。阿卓也不废话，直接干了一口。我命要紧，你喝不喝？见有了表率，他也喝了起来。好在阿卓做了防水措施，不然两人就喝到脏水了。患难见真情，他俩虽然是第一次见面，却建立起浓厚的战友情。而另一边的女兵日子也不好过，他们要在泥坑里做1个小时的俯卧撑，而且还不能偷奸耍滑，因为有教官盯着的。笑笑可是文工团的明星，平时特别爱美，现在让他在泥坑里打滚，简直是要了他的命，迟迟不肯下去。可教官却是魔鬼，直接走了过去。你为什么不下去？
笑笑满脸的泥水，瞬间就哭了出来。我的脸很宝贵的，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！但他们进了鬼门关，根本就没有回头路，又被一脚踩了下去。此时谭晓玲正在司令部告状，怒斥雷神的变态行为，可首长却不当回事。男兵的训练更艰苦，怎么不见他们来告状？而且火凤凰是要上战场的，女兵连训练都撑不下来，那正好早点退出，免得以后成了尸体被战友抬下来。你是女人，你知道女兵被俘会是什么样的后果？谭晓玲沉默了，而首长趁热打铁，劝他和雷神搞好关系，只有领导一条心，才能把队伍带好。可他却很有意见，他压根就不愿意跟我谈，整天一副脸跟我欠他800块钱似的。首长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，肯定是他身为教导员还没有得到老兵们的尊重。而另一边，雷神正在洗澡，可第六感发动，知道有人靠近，立马拔出枪，却发现是谭晓玲。真没想到，教导员同志还有看男人洗澡的爱好啊！听着雷神的冷嘲热讽，谭晓玲压住怒火，主动缓和关系，要和他聊聊天，还看到他身上的伤疤，很好奇背后的故事，可他却不愿意多说，毕竟有些事情是有保密条令的，这可把谭晓玲气炸了，以为他只是在找借口。那你爱人肯定都知道这些事儿吧？这也属于保密条令。安然是雷神心里最痛的伤口，而谭晓玲精准作死，竟然揭开伤疤，气得雷神转身就走。至于吗？谁爱人这么敏感？快看，这个女兵疯了，竟然在战场上脱衣服跳舞，队友都看傻了，男兵更是吞着口水，激动地笑了起来。班长还不忘发表评价，看看狼牙操练过的女兵，直接疯了。笑笑可没疯，这是他的战术。就在刚才，女兵们被一路追杀，军犬还在后面狂咬，笑笑一不小心摔倒，为了不拖累队友，让他们先藏起来，自己则使出美人计来吸引男兵的注意力，一边展示美妙的身材，一边抛媚眼线飞吻，把男兵迷得一愣一愣的。随后扔掉头盔，开始跳起舞来。男兵们放松了警惕，连军犬都老实了。可惜了，挺漂亮一姑娘。班长，你嘴上嫌弃，其实心里乐开了花吧？见美人计有效果，笑笑立刻加大力度，脱掉身上的装备，只剩下薄薄的短袖。班长瞬间就慌了神，再看下去就不礼貌了，于是让大家赶紧闭上眼睛，保护女孩子的清白。可笑笑却不领情，一脚把枪踢起来，开启了猎杀模式。埋伏的女兵也趁机杀出，连军犬都给枪毙了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都已经死了，真有你们的，我可真是服了你们了。下次记住啊，战场上可别闭眼。女兵们大展身手后，立刻撤离战场。笑笑更成了大英雄，他们找了个安全的地方，商量接下来的行动，决定借助红箭旅的力量干掉他们自己的指挥部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抢装备，而他们更是胆大包天，居然盯上了武装直升机。笑笑第一个不同意，他们是学过直升机的驾驶，但那只是理论学习，并没有实际操作。老天爷，那可是武装直升机，一架好几千万呢，万一摔坏了怎么办啊？我们就在飞机上，万一摔下来，咔嚓一下，再一爆炸，我们连尸首都找不到了。这就是个疯狂的计划，只有傻子才会同意。可队友们却都不要命了，竟然真的要去抢直升机，气得笑笑都崩溃了。偷窃军用直升机，那是赤裸裸的违法行为啊！我们也会被开除军籍的。他9岁进了文工团，一直在里面跳舞，要是退伍了，都不知道该怎么活，所以情绪异常激动。可谭晓玲却站了出来，直接把军衔摘了下来。叶寸心和沈兰妮也跟上，赌上军衔也要干这一票。好歹是一起吃过苦的姐妹，笑笑心里在害怕，也还是决定陪他们一起疯，立马就摘下了军衔。队友们都笑了出来。这么定了，今天晚上打陆航，抢飞机，直捣黄龙，砍掉红箭旅的头。笑笑听着他们的豪言壮语，赶紧碰了下拳头，嘴上却不饶人，让他们买好保险，就算出事了也有赔偿。我呸！你怎么这么不下水啊？福大命大的。真有他们了！打掉我空中指挥部，用的是我方总的营。女兵们开了什么挂，竟然打掉了空中指挥部，还把方旅长气得快吐血了。就在刚才，女兵们成功潜入，却发现有重兵看守，好在老天爷都在帮他们。一辆军车开了过来，师兄在了，太好了，上路上。司机看到树桩，赶紧下车处理，结果一个人搬不动，立刻叫队友下来。就在2人使劲的时候，女兵偷偷上了车，就这么混进了导弹营，全都化身幽灵，悄无声息的潜入。河路之前就是红箭旅的，知道机房在什么地方，带着女兵就杀了过去，并从背后发起偷袭，扭断了看守的脖子。许主任，听到没有？密码多少？但看守已经死了，坚决不说出密码。本以为能难倒女兵，可他们却有备而来，拿出叶寸心准备的黑科技，轻轻松松地获取了密码。1988-1991-1314，什么破码？人家这是一生一世和女朋友在一起。看守是彻底服了，不愧是特种部队的女兵。欧阳倩立刻进入基地系统，以旅长的身份下令。
而另一边，连长接到了命令，竟然向空中指挥部开炮，因为女兵混上了飞机，这可是个疯狂的命令。连长很不放心，但手下已经和旅部确认过，旅部还说1号很生气，让咱们马上发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发射！导弹瞬间腾空，变成怒吼的蛟龙，精准命中空中指挥部。而女兵们任务完成，立刻悄悄撤走，用老虎钳夹断铁网，眼看要逃出去了，却被看守发现，于是立马跑向树林，里面有准备好的雷场，一大群男兵紧追不舍。可女兵的身手却很灵活，竟然在雷区里跑酷，并避开了提前发现的地雷。可男兵们却一无所知，冒冒失失的闯进去，结果全军覆没。方旅长大发雷霆，怒拍桌子，还把头盔扔了。真有他们呢！打掉我空中指挥部，用的是我方总的营。老方上头了，也不管什么王八战术，派出所有部队搜山，一定要抓住女兵，找回她的面子。然而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，另一组的女兵出动，摸到了陆航部队旁边，看到男兵匆匆忙忙的，知道河路那边得手了，着急开飞机去抓人。他们正好趁乱混进去，悄悄藏在车后，发现2个偷懒的，立马冲上去暗杀，瞬间就解决了2人，并开上军车混进去。然而路上都是全副武装的敌人，笑笑一下子就慌了，万一被男兵发现，他们肯定死无葬身之地。谭小玲一脚急刹车，恶狠狠地盯着笑笑。队友们察觉气氛不对，都不敢说话。这是在试战，已经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毙了你！先生们、女士们，欢迎乘坐火凤凰航空公司的首次航班。本次航班始发站地狱，终点站还是地狱，请各位系好安全带。就在刚才，女兵们开车横冲直撞，快速干掉守卫，赶紧钻进直升机，按照教官教的操作，尝试启动武装直升机。谭小玲一马当先，驾驶飞机冲出跑道，可叶寸心却手忙脚乱的。到底会不会开啊？这不是在发动吗？随着一阵剧烈晃动，笨鸟也飞了起来。此时敌人意识到不对劲，立刻包围了过来。可在武装直升机的强大火力下，完全就是在送死。警卫连瞬间全军覆没。太刺激了！现在我们调转方向去斩红箭旅的手，收到！而噩耗传来，方旅长气得直跳脚，还插我陆航大队干什么？陆航报告，他们抢劫了2架5支10。老方吓出一身冷汗，猜出女兵的疯狂计划，立刻下令发射导弹，必须干掉这群丫头片子。可导弹营被整怕了，不相信密语指令，必须要旅长亲自打电话。于是老方拿起电话，可还没打出去呢，就听到直升机的轰鸣声，空中死神已经到了。大国，再见了，大叔。保护旅长，保护什么呀？这保护了个寂寞，一眨眼的功夫，所有人都被干掉了。叶寸心还嫌不过瘾，直接疯狂扫射，把指挥部炸成了垃圾场。直升机飞过城市上空，英雄们帅气归来，女兵一下飞机就狂奔起来，和队友紧紧拥抱在一起，他们欢呼雀跃，庆祝通过了最终考核。过去遭受的千辛万苦，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，教官们都为他们感到高兴。这群女孩子太不容易了，他们冷静下来，迅速列好队伍，并请雷神讲话。可雷神却表情严肃：我现在看到你们，我的心情很不好。教官们都愣住了，女兵更是傻眼了。本以为雷神会表扬，却没想到他大发雷霆。我就是要表扬你们。我这个笑话不好笑吗？好冷啊！你觉得我们敢笑吗？雷神，你还是当冷酷猛男吧，搞笑男不适合你。他赶紧夸这些争气的女兵是他训练过最好的特战队员。后面的教官们听了都很不服气，他不情愿地补了一句：当然了，后边的也非常的优秀，祝贺你们！我凤凰女子特战队，你们凤凰终于涅槃了！雷神领着教官们向坚强的女兵们敬礼，献上最崇高的尊重。笑笑直接哭了出来，随后跪在地上。我的妈呀！其他人也笑着流泪，发泄着心中的狂喜和以往憋着的委屈。队友们紧紧抱着，成为了一个整体，还唱起了他们的队歌。丑小鸭经过烈火淬炼，终于进化成了火凤凰，而等待他们的将是全新的挑战。快看，女兵们终于放假了！阳光、海滩，还有比基尼啊！笑笑想去海边度假，而叶寸心一听，直接大手一挥，要请所有人去海岛玩。原来他有一个富婆老妈，我妈在情人岛有股份，也算是比较大的股东。队友们大吃一惊，情人岛被称为中国夏威夷，去那里的都是有钱人，分分钟几10万上下，他们连做梦都不敢想，这有一个富二代战友，可真让人羡慕嫉妒恨了。大家都是共患难的姐妹了，叶寸心也就不装了，终于暴露自己富二代的身份。队友们赶紧把他抱住，不肯放过这么有钱的靠山。我们不歧视富二代，不歧视。哎呀呀呀！于是大家制定好计划，先回家看望家人，再一起去情人岛狂欢。女兵们收拾好东西，刚走出宿舍，就得到了老狐狸的夸奖。以前都穿着训练服，
现在穿上漂亮衣服，全都成了花蝴蝶。他们刚打算上车，雷神却黑着一张脸，把他们都叫住了。我就知道他会变卦的。叶寸心，就你喜欢多嘴，把手伸出来。雷神可不是为难人，而是去摘掉女兵的追踪器，放他们自由自在的玩。谭小玲这才发现，原来雷神的冷酷都是装出来的，其实心里特别温柔。我不是装酷，真酷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你别自恋了，知道我们平时都喊你什么吗？喊我什么呀？大尾巴狼！女兵们成了火凤凰，翅膀都变硬了，竟然敢调戏雷神，又赶紧逃上车。他们前脚刚走，雷神就装不下去了，露出罕见的笑容。女兵们各自回家，而何露却来到老部队办理调动手续。可刚一进去，就发现气氛不对劲，他成了红箭旅的敌人，被拉练的战士死死盯着。卫生队更是没有几个人。何副队长回来了，怎么就你们几个？你还问这个？旅长发飙了，被你们给斩首了呗，丢人丢到总部去了。红箭旅成了军区的笑话，于是战士们被疯狂加练。何露觉得很尴尬，于是换上军装，找到了方旅长，他赶紧过去认错，可参谋长却不放过他。你啊，是典型的胳膊肘子向外拐啊！咱们红箭旅待你不薄吧？老方制止了参谋长，没有责怪的意思，本来就是自己轻敌了，怨不得别人，还很感谢火凤凰，彻底打醒了红箭旅。并非老子天下第一呀，这次我们输的值。老方这格局就是大，还很欣赏何露的指挥能力，甚至挖起了雷神的墙角，只要他愿意留在红箭旅，就提他做全旅第一个女参谋。可何露却表示，无论他以后走到哪里，始终都是红箭旅的兵。老方被这番话感动了，也不再挽留。我期待和你们再次交手。火凤凰，输了可不许哭鼻子。放心吧，旅长，不会的。臭小子别跑，别跑，站住！对，别跑，别跑。哪一路的？火凤凰，导演，这是哪一桥段？女兵本是见义勇为，却没想到对方在拍戏，闹出个天大的笑话。导演打算找他的麻烦，却一眼就认了出来，毕竟他可是文工团的大明星，听说去了什么特种部队，没想到一回来，身手就变得这么厉害。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的。走吧，回来干什么？调动手续。真调走啊？见笑笑当上了特种兵，这个胖子竟然想占便宜，让他到自己拍的警匪片里客串。可笑笑却挥手再见，姐的身价你付不起，转身就去找政委。而政委也特别吃惊，没想到她一个弱女子，竟然扛住了魔鬼训练，连忙夸笑笑争气，打算大力宣传她的传奇故事，并爽快地签了调动手续。而笑笑回到自己的宿舍，看着以前心爱的玩偶，心中特别不舍，却还是把它们封存了起来。随后穿上了崭新的军装，看着穿了很多年的舞蹈鞋，流下了热泪。再见了，朋友。从此以后，她不再是个弱女子，而是保家卫国的战士。处理好调动手续后，笑笑开着跑车找到好姐妹喝酒，结果没聊几句话，就发现没有共同语言。姐妹满脑子都是谈恋爱，找个好男人结婚生孩子，可她想的却都是飞机大炮，怎么快速干掉一个敌人。我现在都有点不太适应城市生活了，可能当野人当习惯了吧。当兵久了就是这样，会很不适应高速变化的社会。两人正打算离开，可迎面来了一辆车，还特别缺德的开着大灯，晃得他俩睁不开眼睛。下一秒走出个墨镜男，特别风骚的跪在地上，还献上一捧玫瑰花，大胆向笑笑求婚。那无比圆润的身材，明确表示他是个有钱人，还专门准备了水族馆餐厅。笑笑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到处找你。笑笑嫌弃他一张胖脸，赶紧把花挪过去挡住，而他诉说着自己的痴情，求笑笑不要再消失。可笑笑却很不耐烦，把花放回去。胖子这花钱追女人的招数，如果是别的女孩，可能早就心动了，但笑笑可是见过世面的，觉得他这副猪八戒的样子一点都没有男子气概，连阎王都比他有魅力，不想和他纠缠下去，掏出钱就要走。今天我自己付账。而另一边，谭小玲带着阿卓回家，也遇到了男人的纠缠。林国良竟然追到了他家里，死皮赖脸的要给他做饭吃。阿卓赶紧吐槽：“你那口香糖可真够粘的呀，粘着也把它给甩了。”但谭妈却听到了，瞬间有很大的意见，让女儿不要挑三拣四的。本来就是离过婚的，遇到这么优秀的军官，可别再瞎折腾。阿卓瞬间尴尬起来，不小心知道了个秘密，赶紧找借口离开。怪我，妈这一急啊，说秃了嘴。快看，这个富二代去找老妈，却被保安拦了下来，气得他要硬闯进去。我要是飞进去呢？哎，小姐，我是从乡下来的，托了多少亲戚才找到这么一个活儿，家里面还有老母亲和孩子要养，求求你了，可别砸了我的饭碗。富二代心软了，不想为难他这个小保安，可他刚走出公司大门，就有了个疯狂的想法。竟然徒手爬上高楼大厦，周围的吃瓜群众都震惊了，赶紧劝他下来，不要拿生命开玩笑。叶寸心可是女特种兵，在部队里受过严格的训练，飞檐走壁简直是小菜一碟。小保安听到动静，赶紧跑了过来，这一看却吓得够呛，赶紧叫叶寸心下来，可他却越劝越来劲，根本没有要停的意思。
一定要爬到老妈的办公室。保安担心出人命，赶紧叫了消防。战士立刻准备充气垫。此时叶寸心手滑了一下，体力竟然跟不上了。而他看了眼充气垫，离墙边还有10万8千里，这要是掉下来，非砸到车顶上。于是咬牙强撑，再次爬了起来。而战士们也很郁闷，根本找不到车主挪车。这么高，掉下来人都摔死了。这谁啊？蝙蝠侠，比我们攀登技术还好。可她看上去是个女的，那她就是女版的蝙蝠侠呗。此时海燕正在忙几百万的生意，突然听到敲窗子的声音。天哪，你不要命了！这可真是个大惊喜，差点把海燕吓出心脏病。而叶寸心可坏了，赶紧跑过去喝茶。老妈好不容易见到他，决定放下手里的工作，带女儿去吃好吃的。可他却没有这个闲工夫，要开走老妈的车。怎么是宾利呀？你以为呢？太恶俗了，我不要。给我买台新的。这就是富二代的生活吗？新车说买就买。而海燕果然是个富婆，直接掏出一张银行卡。叶寸心着急换新车，立马要从窗外跳出去，老妈赶紧把他拦住。可他却是在开玩笑，临走之前还不忘夸小保安负责，让老妈提他当保安队长。我凤凰真是卧虎藏龙，不仅有富二代，还有军二代。谭小玲在家特别放松，而谭司令得知消息，立马赶了回来。首长，陈书记希望你一会儿参加晚宴。今天晚上我任何活动不参加，我老儿子回来了。是。姑娘啊！父女俩见面很亲热，谭小玲还趁拥抱的时候偷袭，却被老谭轻松制服，而阿卓却吓坏了，赶紧站了起来。这可是军区司令啊，是他见过最大的官。老谭人很随和，欢迎他来家里做客，还让他坐下吃水果，但阿卓却一动不动。老谭也看了出来，这小丫头是被吓住了，于是用出部队的方式。阿卓同志，我命令你坐下。是。命令你吃水果，坐下。把水果吃了。哎呦！现在教导员命令你吃饭。1200万，这买的什么车啊？这是。就在刚才，富二代叶寸心去买新车，他一进豪车店就开始挑3拣4，嫌弃劳斯莱斯太土，红色法拉利太艳，最后看上一款迈巴赫，迫不及待的上去试车。可导购却狗眼看人低，我们这款车售价1200万，但他却跟没听到一样，仔细打量着车里的设备，明显特别满意。但导购却翻着白眼，觉得他一个小丫头肯定买不起这么贵的车。您确定要这车吗？不行吗？我们这个车的价格吧，它对付这种势利眼，叶寸心直接掏出银行卡，狠狠打了导购的脸，随后开着1200万的迈巴赫开始帅气的兜风。而富婆老妈收到短信，觉得特别震惊，却一点都不心疼，毕竟这点钱也不算多，卡里还剩个4000多万，而这样的卡他还有好多张。叶寸心喜提豪车后，立刻去找沈兰妮炫耀。我去，美女，去兜风吧！迈巴赫，你真是狗大户！别废话了，去还是不去啊？去。但沈兰妮要先去换衣服，毕竟穿着军装坐豪车，万一被拍到了，社会影响不好。两个死对头一碰面，就立马斗起嘴来。他俩真是欢喜冤家，别看动不动要打架的，但感情却越来越好。两人正开开心心呢，却看到有人当街抢劫，瞬间正义感爆棚，开车追了上去。歹徒也慌了，挥舞着手里的棍子，却又不敢真的敲上去，毕竟那可是1200万的迈巴赫，要是敲坏了，抢的钱都不够赔的。叶寸心一个靠边，把摩托给逼停了，歹徒直接摔在地上。见车里下来俩女的，觉得自己又行了，立马冲了上去。他俩简直是倒了大霉，竟然惹上了女特种兵，瞬间就躺在了地上。而警察及时赶到，不费半点力气就把2个小毛贼抓走了。你们2个开迈巴赫追贼，真厉害，身手也厉害。警察好奇2人的身份，可他俩学雷锋，做好事不留名，坐上车就走了。而另一边，果子终于到家了，他可不是什么富二代，只能坐长途大巴回家，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，一路兴奋地跑着。正好遇到干农活的老妈，老妈激动的都要晕过去了，还好被他给抱住了，赶紧领女儿回家，给她做最喜欢吃的东西。果子可是全村的名人，所有人都围了过来，好奇女特种兵是什么样的，有没有长3头6臂。此时一个老头拄着拐杖出来，果子回来了，阿爷，我回来了。二爷是一位老兵，就是他让果子去当兵的。本以为果子成了特种兵会得到二爷的夸奖，可他却拉着一张脸，发了好大的脾气。你的军装呢？没有穿啊。你没穿军装怎么就回来了？是不是穿军装嫌丢你的人了？不是，你看看你现在穿的这不三不四的。